2020年的7月的一个清晨，杭州一名女子从家中凭空消失，小区里密布了96个监控探头，竟然没有拍到她离开的任何画面。媒体介入之后，消息传开，网友们纷纷给出了自己的猜测，可以说是全民破案。而女子的丈夫面对镜头，云淡风轻地嘲讽自己的妻子：一个人他出不去的，按他的智商，老实说，我这么多年了在跟他做夫妻了，对他了解，他是出不去的，就是说。女子失踪的当天，家里用了2吨的水，成为了破案的关键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岩，今天呢，我们就回顾一下当时震惊全国的案件。2020年的7月6日晚上8点07分，杭州世纪青派出所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，报警人不是失踪者的丈夫，而是他的女儿和侄子。他们告诉警方，53岁的来惠丽已经超过36个小时没有任何音讯了。来惠丽身高1.58米，中等身材，在杭州平安金融中心的会计师事务所里做保洁工作，属于退休返聘。她和第二任丈夫许国立、11岁的小女儿，一家3口一起住在江干区三宝北苑小区4号楼8020室。丈夫许国立向警方描述了事发的经过。7月4日那天，也就是来女士失踪的前一天，夫妻2个人上午一起去医院，许国立去看牙齿，而来惠丽呢是因为高血压去开药。中午回家吃完饭，下午许国立去新房查看装修的进度，来惠丽则带着小女儿去买书本和蛋糕，因为那天呢正好是小女儿的11岁生日。当天下午5点10分，小区的电梯的监控拍下了来惠丽和女儿回家的画面，母女2个人有说有笑，手里拎着东西，一切看起来都再正常不过了。当天晚上，一家人吃了晚饭切了蛋糕，大约10点上床睡觉。许国立说，7月5日的凌晨12点半左右，他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呢，还看到妻子在床上熟睡。但是到了早上5点半，他起床的时候，来惠丽就不见了。5点半早晨，我醒了，的时候你不在，我也没在意，对吧？您当时为什么没在意？我这个很正常。之前有没有发生过这种的情况？没有。您觉得他可能出去了？可能出去了。许国立说，他以为妻子呢可能自己出门了，过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可是，一整天过去了，来惠丽的电话打不通，人也始终没有出现。直到7月6日的星期一，来惠丽的单位打电话问人怎么没有来上班，家里人呢才意识到事情不太对劲儿。报警的时候呢，家人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：来惠丽的手机、钱包、钥匙全部都在家里，一件都没有带走。衣柜里的衣服清点之后，发现呢，她少了一件咖啡色的吊带睡衣和一双黑色的鞋子。一个50多岁的女人，凌晨5点没有带手机，没有带钱，能去哪儿呢？警方介入之后，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调取小区的监控。三宝北苑虽然是一个回迁安置小区，但是安防设施相当的完善。小区有96个内部监控，近1000个外围监控，东门、北门、地下车库都有24小时值班的摄像头，几乎是形成了一个闭环。警方和家人一起一帧一帧的查看了总共6000多个小时的监控画面，结果令人头皮发麻。监控显示，来惠丽7月4日下午5点10分带着女儿乘电梯回家之后呢，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栋单元楼。既然监控没有拍到来女士出去的画面，那么有没有可能是避开了监控，从监控的死角出了小区呢？专家现场勘查之后呢，发现负1楼的确有一条没有灯的暗道可以通往地面出口，而且呢，那个出口正好是监控的盲区。但问题是，即便走了那条路，沿途仍然会被远处的一个摄像头拍到腿部拍到小腿和脚，而所有的监控画面当中都没有来惠丽的身影，所以来惠丽很可能还在小区里面。警方随后呢，对整栋楼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。地下车库、电梯井、水箱、暗井、橱柜、烟道、通风管道等等等等，所有能够想到的角落都翻了个遍。4次大规模的排查，覆盖了1万多平米的地下车库，走访了6栋楼379户人家，总共1700名住户，连冰箱、洗衣机都没有放过，甚至连小区旁边的观景湖也都被抽干了水，还是没有找到人。这么一个大活人，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就在警方苦苦的寻找线索的同时，来惠丽的侄子毛先生做了一个关键性的决定，那就是求助媒体。他找的是浙江电视台的知名民生栏目小强热线，
不得不说呢，这个侄子非常的聪明，他给媒体说的是人失踪了，而不是离家出走，这个很关键。7月16日，小强热线的节目一经播出，立刻引爆了全网，短短几天，点赞量就达到了200多万，评论有40多万。网友们纷纷的参与了破案当中，很多网友在评论区里说出了自己的猜测。有网友说啊，一个50多岁的中年妇女离家出走还穿着吊带，为什么要配一双黑鞋呢？穿吊带应该配拖鞋才对嘛，要么呢应该是穿上外套配黑鞋，这才合理。还有网友说，我觉得可以看一看邻居家里啊，楼顶的水箱，楼下的化粪池可以查一下。还有网友说，穿越了，肯定是穿越了，反正说什么样的都有。当然了，还有网友说呢，应该查一查来惠丽的丈夫啊，觉得这个丈夫太可疑了。有网友评论，老婆失踪了，作为丈夫表现的一点都不着急，一点都不悲伤。网友之所以这样说呢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丈夫许国烈在采访的时候呢，神情自若，语气平静，甚至呢还带有一丝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轻蔑。一个人他出不去的，按他的智商，老实说，我这么多年了在跟他做夫妻了，对他了解，他是出不去的，就是说，一个妻子离奇失踪的丈夫竟然在镜头前嘲讽妻子的智商。更让人不解的是呢，他一边说没有矛盾没有异常，一边呢又说我女儿怎么办，我的生活怎么办，那种伤心看起来更像是表演，而不是发自内心的痛苦。就是感觉到我女儿怎么办，我的生活怎么办啊，我老婆什么时候回来到底。网友们几乎一边倒的开始怀疑许国立，有人直言查他家的下水道，查一查那个化粪池。你可能觉得呢这是网友们的瞎猜，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网友的猜测准的可怕。警方呢当然也注意到了许国立的异常，专案组接手案件之后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摸排，他们调取了许国立家里的用水数据，结果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。7月5号到6号这2天，也就是来惠丽失踪的那2天，许国立的家里的用水量突然飙升，短短24个小时之内用掉了整整2吨的水一个普通的3口之家正常的一天的用水量最多也就是半吨左右吧，2吨水相当于一个家庭10几天的用水量，这些水用到哪儿了呢？与此同时呢，警方已经基本确认了，来惠丽在7月4日回家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栋楼。如果他已经遇害了，那么第一案发现场极有可能就是他的自己的家，也就是802室。而能够在那间55平方米的房子里在没有人察觉的情况下完成作案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她的丈夫许国立。7月22日下午，专案组呢把侦查的重点锁定在了小区的化粪池。杭州7月的天气，气温高达40度警方穿着全封闭的隔离服，调来了多辆的吸污车，对化粪池进行了抽吸。从22日的下午3点到23日的下午4点，整整25个小时，一共抽取了38车的粪水。对抽取的38车粪水进行冲洗筛查，期间发现有疑似人体组织。现场提取检测后，经 DNA 比对系来某某人体组织，综合判断来某某可能遇害。7月23日凌晨，警方对许国立进行了控制经过9个小时的审讯，这个镜头前镇定自若的男人终于交代了一切。2020年的7月4日晚，一家人呢给小女儿过生日。过完生日之后呢，许国立像往常一样给妻子和女儿热了牛奶，但是这一次呢，他在来惠丽的牛奶里放了安眠药。他事先购买了安眠药，具体数量他自己说是10粒，吃了3-4粒之后呢，剩下的全部都放进去了。但是警方调查发现呢，他实际是购买了20粒。妻子喝完牛奶之后就很快就昏昏欲睡了，小女儿呢也喝了一杯，也沉沉的睡去了。大约晚上10点多，一家人上床睡觉。7月5日凌晨，许国立趁来惠丽熟睡之际，用胶带封住了她的口鼻，然后呢用枕头死死地压住了对方的面部。期间呢，来惠丽曾经短暂的醒来，她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，看了丈夫一眼，然后喊了一声许国立。许国立说呢，他当时心软了一下，想要停手，但是转念一想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他用枕头死死地压住了来惠丽的面部，直到对方彻底的停止了呼吸。作案之后呢，许国立在卧室地板上呆坐了近1个小时，然后呢，他把妻子拖到了卫生间，用事先准备好的绞肉机和切割机进行了分尸。之后呢，他将部分人体组织通过马桶冲入了下水道，最终呢汇入了化粪池，其余的分批装进了塑料袋，然后扔掉了。一切处理完毕之后呢，他用大量的清洁剂反复的清洗了现场。7月5日早上5点半，他正常的起床，
7月6日，女儿和侄子报警。7月16日，他正常的接受了媒体的采访。他甚至在采访当中呢，还刻意的引导记者，暗示妻子呢跟别的人跑了。但是想不通，他出去他肯定不是一个人，一个人他出不去的。按他的智商，老实说，一个人他出不去啊，言外之意呢，就是有人带他走，他想扰乱警方的视线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受害者。但是呢，他千算万算，没有算到3件事。第一呢，就是用水量暴露了他；第二个呢，就是警方会查那个化粪池；第三呢，就是这起案件引爆了全民的关注，警方仅仅用了18天就把他给揪了出来。在这里呢，人们不仅要问一句啊，许国立为什么要杀妻呢？这就要从2个人的关系说起了。很多人不知道啊，许国立和来惠丽啊其实是一对初恋。1987年，22岁的许国立从绍兴来到杭州打工，在张家坝呢租了一间民房做鱼食生意。房东呢姓来，他因此呢就认识了房东的19岁的女儿来惠丽。年轻的许国立长相标致，他当过兵，身板笔直，自带着一股正气。来惠丽很快呢就被这个外地青年所吸引，2个人都是彼此的初恋，情真意切的交往了3年。但是在那个年代，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注定是很艰难的。来惠丽的父母极力的反对，最后强行拆散了2个人，房子呢也不再租给许国立了。2个年轻人伤心欲绝，各自呢组建了自己的家庭。来惠丽嫁到了三宝村，生了一个女儿。许国立呢去了上海做饲料和鸭子养殖的生意，和第一任妻子关女士生了一个儿子。如果不是后来的重逢，2个人的人生可能永远不会再交集。但是命运就是这么讽刺。2007年左右，许国立的生意失败，欠下了几十万的外债。他回到了杭州，偶然之间呢，就再次遇到了来惠丽，旧情复燃，2个人决定各自离婚，重新在一起。许国立为了离婚，对前妻动了手进行家暴，掐住了前妻的脖子，差点把人给掐死。最后呢，还是前妻的母亲劝女儿说你就离了吧，不然哪天真会被他给打死的。来惠丽那边呢也不顺利，前夫于先生不同意离婚，来惠丽呢就放狠话说，你不离婚我就花光你所有的存款，还要去贷款，离婚之后呢债务你也要背一半。打了2次离婚官司败诉之后呢，这招鱼死网破，终于逼着前夫签了字。2008年43岁的许国立和39岁的来惠丽登记结婚。2009年2个人有了一个小女儿。婚后的日子起初是甜蜜的，许国立在上海的养鸭场被拆迁了，拿了100多万的补偿款。来惠丽所住的这个三宝村也赶上了拆迁，按人头算呢，一个人分55平方米，一家3口分了165平米。先是安置了一套55平米的小房子，也就是案发的三宝北苑4号楼802室。另外呢，还有一套110平米的大房子，几年之后就会落实。家里的资产算下来超过了1000万，但是问题也就出在了这套房子上。许国立和前妻生的那个大儿子到了结婚的年龄了。许国立呢想把那套110平米的大房子给儿子做婚房，来惠丽不同意。不仅如此，大房子的产权证上来惠丽只写了自己的名字，装修款却要许国立来出，甚至装修时水电气交费单上的名字都是来惠丽。这让许国立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没有任何的地位，加上他炒股炒期货把养鸭场拆迁的100多万赔得精光，还欠上了很多债务，是妻子来惠丽呢帮他偿还了债务。来惠丽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，许国立觉得妻子越来越看不起他，2个人因为钱的问题吵了无数次了。7月5日下午从医院回来，夫妻2个人因为一些琐事发生了口角。回到家里做肉丸子，因为清洗绞肉机的刀片的时候太锋利了，来惠丽的手给割破了，他因此对着许国立发了一通脾气，骂了他。这些呢，在旁人看来是再普通不过的夫妻口角，在许国立的心里却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丈夫许国立觉得，如果妻子没了，所有的家产都是自己一个人的了。许国立认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，再加上自己完美的表演，警方最多呢按人口失踪来处理的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自己的大侄子找到了媒体，再加上许国立自己采访的时候的糟糕表现，引起了网友们的破案热潮事情越闹越大，警方呢仅仅用了18天就逮捕了他。2021年的5月14日，许国立涉嫌故意杀人这一个案子呢，在杭州法院开庭。7月26日，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许国立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许国立不服，提起上诉。他的辩护律师甚至提出请求对许国立进行精神疾病鉴定但是呢，法院给拒绝了。2022年的4月8日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2023年的3月21日，许国立被执行了死刑。
回顾整起案件呢，有一个问题始终是让人无法释怀：一个和你同床共枕了10几年的人，一个你为了他放弃家庭和他生儿育女的人，怎么能下得如此的狠手？许国立他一生当中都在追求着出人头地，但是呢屡屡失败，炒股亏了钱，竞选村长也落选了，在妻子的面前抬不起头来，这些挫折呢都被他全部归因到自己的妻子身上。当一个人失去了共情能力，把伴侣当作实现自己的欲望的工具，而非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悲剧就不远了。而在这场悲剧当中，最无辜的是那个11岁的小女孩，她一夜之间失去了母亲，又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成为了杀害母亲的凶手。案发之后呢，她暂时住在了姨妈家里，家人呢还没有告诉她全部的真相。但愿她呢能在这个世界的善意当中慢慢的成长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今天案件的所有内容了，感谢收看，别忘了点赞关注支持一下。这里是海岩说案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